7月16日，次日服更新了3个东西，分别是2级毕业礼、破晓季改动和夏至日活动。2级毕业礼我在破晓季攻略里就有提到过，目前只有陈岛、云野、雨林3个险组能换，价格很贵，后期应该会改。然后我的次日服很穷，没法给大家展示，现在应该有不少人发视频了，大家可以搜一下。并且我认识了一个同样是关于攻略区的UP，很努力的小白，这几天会做测评出来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。然后是破晓季的改动，破晓季的红石区加了个会飞的石头，被撞的话会损失1条能量。但是飞石并不怎么影响烧花，而且有飞石点缀，反而感觉红石区变得好看了很多。然后是任务6的先组空间进行了大改，先组从6个变成了5个，大红石顶端增加了一个光翼，也就是说破晓季的光翼从3个变成了4个，但是想拿光域依然是得靠运气，得不停的重复烧红石，去碰有光翼的地图。另外，域境和近空间的石头也变得更加透明，感觉就像彩色水晶一样，很漂亮。还有切换飞行姿态的图标变成了红色，但是这个应该是还没做好，还带着黑边儿。最后是夏至日，今年夏至日域境的地形有一点点改动，收起了黄伞，增加了篝火和灯带，大篝火处不再冒烛火，不能挂机，并且绕着岛转的那个小船也消失了。万幸的是，能烧的海螺贝壳还在，体型越大给的烛火越多。虽然有些海里的需要大家把它运到海滩上。先组的兑换列表全是去年的东西，因为是第1天测试，感觉后期应该还会加东西，毕竟目前连新礼包都没有。4个可兑换物品，帽子是必须换的，44个白蜡烛属于头饰分类，超级漂亮。虽然它会穿模，但是和一些发型可以组成很有趣的样子。而且小啾啾、大啾啾、白鸟、白鸮也会很可爱。另外3把椅子，最上面16星的双人躺椅属于活动物品，只打算兑换1个的话，建议换这个。因为另外2把椅子会随着圣岛季的正太和墨镜2个先组的复刻一起来。魔法商船也会随着活动到来，而且有大变化。最右边是活动物品栏，中间是正常的魔法商店，最左侧会出售特别多的道具魔法，而且雨伞也作为魔法摆在了上面，虽然很贵，要5个圣火蜡烛。今年的夏至日是有活动地图的，在雨林奶奶饭门口，可以通过列表传送过去。过来之后能看到小码头、鱼竿、篝火和集结机的先组。这边的篝火会冒出烛火，但是效率很低，不建议在这挂机。篝火旁边的绿斗篷先组可以一起合奏。合奏的时候会有一个进度盘，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手残弹不满，不知道弹满有没有奖励，反正不满是没有奖励的。然后水中间和对面码头有2个先组，这2个先组前期是不动的，会一直在这儿。篝火上面水母上的花环头先组也是不动的，最后剩下邪太和傻笑会在地图里乱逛。篝火旁边有个木棍上插着棉花糖的道具，可以拿起来烤着吃。有拆包的表示，这后期会变成一个可购买道具，现在还不知道是蜡烛兑换还是礼包，咱们只能这样看一下背上的效果。这个棉花糖烤到一定程度，下面会出现一个图标，
点击是吃掉，不点的话最后会烧掉。旁边水池有3个鱼竿，也是可以使用的道具。有东西上钩的时候会出现图标，点击可以吊起来。使用2个码头上的鱼竿钓东西的时候，头巾先祖会做出表情动作与你互动，比如学螃蟹或者嘲笑、嫌弃。另外，个人感觉，这个很可能也是今年夏至日会出售的一个道具。与水中间的先祖对话，它会指你潜水进入另一个小空间。如果你不对话就潜水的话，会发现门没开，必须对话才能进来。穿过长长的水道有一个小岛，去年预定的黄伞被挪到了这里。点它的话可以购买去年的礼包伞和贝壳头饰。贝壳头饰0.99美元，人民币12块钱，位于头部左侧上方。成伞礼包19.99美元，人民币128，附带35根季节蜡烛。这个伞背着挺好看，萌萌哒，打开的话很大，颜色很亮丽，也算是挺漂亮的吧。虽然造型莫名会联想到摊贩儿的伞。小岛水下入口的地方，进来时看到的木栅栏是可以打开的，会放出一群水母，并且会有一只水母一直跟着你。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过一个动画，动画过完之后，这个先祖和码头的先祖会离开这里，到地图两侧原地踏步走。就算看了动画，刚刚的小水母依然会跟着你，无论你是在地上跑还是飞行，都会跟得紧紧的，而且可爱的同时还能给你充能。当然，这个水母只能在隐藏图存在，离开这个图就不会再跟着你了。我是第一次如此的希望官方能把一个东西做成礼包。如果这个小水母能做成贝氏礼包的话，它绝对能成为光遇历来最畅销的礼包。夏至的这个地形是坐在大地图上的，很可能会和圣岛、海沟、海龟一样保留下来。虽然可能先祖会离开，水道的门打不开，但是我特意遁地了一下，发现是能进去的。而且目前只是测试的第一版，以后这个门会不会存在还不一定，我会持续跟进。这个活动正式服的话，要等到8月中下旬才会上线，大家应该不会怎么缺蜡烛，能换齐。然后本期就到这儿了，下2个视频是破晓季攻略和新版献祭攻略，明天就能做好一个，敬请期待。感谢观看，下个视频见。